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大打出手，双方都伤亡惨重。特别是发生在俾斯麦群岛附近的海战，是日本永远不愿提及的惨痛失败。当时有近15000名日军士兵伤亡，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有3000多名日本士兵居然是被鲨鱼夺去生命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3000名士兵葬身鱼腹的呢？1943年，由于日本人悍然发动了珍珠港偷袭战，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趋近疯狂，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因此整个太平洋战线就这么被拉开了。一开始日本人倒是占尽先机，所以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但是日本早就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了，因为在亚洲战场中几乎就耗尽了他们的战争潜力。此时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快速推进，美军强大的攻势让日军渐渐难以招架。日军面对太平洋战场局势的恶化，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挽救败局。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拉包尔，日军第18军司令部决定向附近的守军派兵和补给，其中就包括第51师6900名士兵和大量燃料弹药。只要这些物资能够运到战场，周边岛屿上的日军士兵就能跟美军继续周旋。但是就在日军仓促准备运输船队运送物资的时候，美国的空中侦察力量已经看到了一切，于是美军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周边地区。很快，盟军通过无线电情报获知了日军的一支运输船队将于3月初从拉包尔起航，所以美国决定不能坐以待毙，要不惜一切代价击沉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盟军对拉包尔发动了几次空袭，不过因为天气都破坏不大，美军也只好决定在日本舰队出海后再进行打击。当时盟军总部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近期一段时间内整个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很快就被恶劣天气吞没，日本人想要顺利运送物资只能走南线。但盟军的另一位将军认为，日军肯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只有在恶劣的天气下，他们才能利用天气来隐藏自己的行踪。最终他们采信了第二种方法，认为行动应该在3月的第1周开始，于是加紧了对日本舰队的搜索力度。情况果然不出盟军意料，日军确实选择了天气恶劣的北线，寄希望于通过恶劣天气来隐藏行踪。2月28日晚，日军的8艘运输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运输船队，从拉包尔悄悄地起航，准备前往莱城。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兵都派出自己的精锐力量为舰队护航。运输船的船员都是老兵，不久前刚在瓜岛上进行了一次战场运输，他们相信比起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惨烈场面，这次的海陆交通工具会非常安全。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的运输竟然比号称血肉模糊的瓜岛还要厉害。为了抵御盟军可能的空袭，这些运输舰上部署了大量高射炮。日本认为这些配备了高射炮的货轮和驱逐舰的组合可以万无一失。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日本海军名将木村昌福少将，这位名将在未来因领导基斯卡岛大撤退而闻名。但在这个经典战斗打响之前，首先他必须安全通过美国的航空轰炸。在众多的护航驱逐舰中，臭名昭著的雪峰号也在名单上。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如今听到雪峰号这个名字，我们经常会忍俊不禁，因为这是一艘非常幸运的舰船，它所经历的所有任务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其他船只全部沉入海底，只有他自己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被送去了台湾，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这次的战斗，日军不仅海上防御强大，天空中还有数十架零式战机在护送运输舰队。日军认为美军不会选择这么恶劣的气候来进攻，毕竟飞机在环境恶劣的天上很容易坠机。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的舰队刚刚离开海岛的时候，麦克阿瑟就下令驻澳大利亚的美国第5空军出动所有飞机搜寻日本运输队的踪迹。美国总共集结了270架轰炸机和156架战斗机，随时准备给日本运输队造成致命打击。很快3月1日，一架美国侦察机就飞临了俾斯麦海，突然他看到了下方防守严密的日本运输队，
正当他要赶去侦察的时候，一场风暴爆发了，侦察机不得不躲避，结果丢失了目标。不过既然已经找到了目标的大致位置，美军只需要在附近海域搜索即可。3月2日，澳大利亚空军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开始在俾斯麦海域进行侦察，最终成功发现目标。水上飞机悄悄跟随舰队，并不断更新目标位置到基地。美国轰炸机编队担心夜长梦多，于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40架 B-17轰炸机对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2波飞机的轰击下，5500吨级的运输舰旭盛丸号被送入了海底。这艘船装载了日军第51师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和装备，舰上500多人大部分当场丧命，另外还有2艘运输船受伤。日本海军护航战斗机立即前往拦截美国轰炸机，然而美国轰炸机的火力网络非常密集，不仅没有击落美国飞机，还被美军击落2架零式日本战斗机。这时候，日本亲自选定的好日子反而成为美国的最佳时机。美军飞机轰炸后便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根本无法追踪到美国飞机的位置，所以日本舰队只能减速，在日本飞机的防空范围内等待，等到晚上再继续前进。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如果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冲锋，3月3日就能到达目的地。然而，这次的减速将为美军的进攻留出窗口期。3月3日，美国再次编组110架轰炸机和50架战斗机，对日本舰队发动猛烈进攻。美国战斗机迅速咬住日本零式战斗机。相比大而笨重的 B-17， 这次出发的 B-25 轰炸机更加灵巧。他们利用低空飞行接近敌舰，在接近对方防空盲点后，用机头机枪压制对方防空炮，然后向对方头上投下炸弹。炸弹会在水面上像打水漂一样弹向目标。这一种被称为弹跳战术的轰击方法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独门绝招。经过美军军机的几轮轰炸，日本的7艘运输舰和4艘驱逐舰迅速沉没，剩下的4艘驱逐舰不得不满负荷运转，迅速撤离战场。很快，海面上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无数从船上跳下求生的日本士兵填满了整个海域。大批日军向美军飞机发出海上援助信号，但他们的行为不仅会让美军仁慈对待，反而激怒了美军。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向投降的美国海军船员提供救助，反而为了取乐残忍伤害他们，这也让美国士兵非常讨厌这些日本人。参加这场战斗的飞行员都清楚记得，虽然日本人向他们求救，但他们只想给日本人点苦头尝尝。于是飞机开始疯狂地向海上求救的日本士兵开火，很快整个大海都染上了鲜血，整整1天盟军的空袭都未停止。最终在弹药耗光后，飞机决定返回基地，但是仍有7000多名日本士兵漂浮在海面上，他们找到了任何可以爬浮的地方，只能等待着军舰的救援，却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由于美军的轰炸，海面布满血迹，但俾斯麦海附近的鲨鱼数不胜数，鲨鱼闻到了血腥味，很快对漂浮在海面上的日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越来越多的鲨鱼前来捕猎。在随后近3个小时的袭击中，整个海湾都被鲜血染红，至少有3200人被鲨鱼吃掉。被美军轰炸直接丧命的人并不多。在那之后，只有800名日本士兵成功游到莱城，落在后面的人有一部分被日本驱逐舰捞起来了，其他大多数人都丧于鱼腹。这场战役之后，美国宣布日本共有15000人伤亡，美军共损失1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13人丧生，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伤亡率记录了。这一战，鲨鱼贡献了15000个名额中的1/5，可以说是头号功臣。或许连日本人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们的残暴式施虐，反而给自己招惹来杀身之祸。这是上天对侵略别国的日本人的警告。俗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想来日本人他们也想不到，常年捕鱼的他们有一天居然会成为鱼的猎物。时至今日，无数鲨鱼仍在俾斯麦海上游荡，这不禁让人想起70多年前的血腥之夜。那天晚上，无数的日本侵略者葬身鱼腹，这正是上天的惩罚。
其实，在发动侵华战争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在他给天皇的奏折里写道：“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大概意思就是说，想要成就日本称霸全球的伟业，就必须先攻打下中国。日本名将冈村宁次也说过类似的话：“欲平华夏，先灭湖南。”意思是想要打下中国，先要打下湖南。可就是中国的湖南让日军攻打了7年也没有攻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湖南的地理位置优越，多是丘陵、大山和大河，特别是湘中、湘西一带，全是高山流水，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你看过《乌龙山剿匪记》，那么你就知道，一帮什么专业训练也没有，什么装备都没有的土匪，都可以盘踞在当地很多年。湘西一带的山，那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可谓是一人把关，万夫莫过。当年蒋介石选择重庆作为地盘根据地，是明智之举，因为日军想要攻打重庆，必先过湖南这一关，而且这里地势复杂，没本地人指导，几乎是寸步难行。1937年7·7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死守3个月之后，当时中国军队主力损耗太大，二线部队根本来不及训练，所以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开始重点进攻湖南地区。从1938年，他们就开始打湖南，结果打了7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湖南还是在中国人手中。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这里驻扎的湘军。当时日军在湖南大大小小打了好几场会战，只是打赢了1场，其余5场全部都是湘军取得了胜利。而且仅仅在湖南，日军就损失了数十万的兵力。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这么难打呢？其实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整整4次。在这4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总共投入了40万兵力，而我军也有120万将士参与其中。打到最后，日本伤亡了11万，而我军也有9万将士的死亡。长沙会战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军在此次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同时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在第1次与第2次长沙会战中，日本因兵力不集中而导致失败。但到了第3次会战中，日军调集2万多主力突入，一度曾攻至长沙城楼。不过较后的日军碰上了我军抗日名将薛岳。薛岳将军知道，如果层层设防，肯定会让日军攻克，所以在薛岳将军指挥下，我军一面诱敌深入，一面将假装撤退的部队运送到日军的后方。于是第2次长沙会战也取得了胜利，日本人连长沙都攻不下来，占领整个湖南也无从谈起了。但到了在第4次会战时，日军的攻势又起了新的变化。首先，日军这次攻击是倾巢出动，动用了唯一的坦克师团。第二，国民政府的军队此时由于贪污腐败深入骨髓，又缺乏训练，可谓是兵败如山倒。纵然将士用命，可也难以挽回败局。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我军抗日名将方先觉将军率领近万名官兵死守了衡阳47天，让日军遭遇了巨大挫折。这不可不称为是一个奇迹。只是救援部队3心2意，再加上战斗力参差不齐，湖南大部也终为日军所占领。不过湖南的抵抗不仅大大迟滞了日军的进军速度，也为远征军的行动赢得了时间。在1945年来临之时，湖南也获得了光复，所以说湖南的命运几乎是与国民政府之兴衰相始终的。但是为了赢得这次胜利，长沙也是损失惨重。仅仅在第1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就残忍地杀害了8000多无辜的中国民众，无数妇女受尽欺辱。到了第2次长沙会战时，中日军队的伤亡率都在50%以上。但是不管遭受怎样的伤害，长沙都没有后退一步。为了帮助军队打胜仗，湖南百姓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长沙会战期间，为了迟滞日军进攻，湖南百姓主动放水淹坏自己的庄稼和道路。抗战之中，湖南人民的英勇和智慧让每一个中国人骄傲。湖南是日本战略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段，因为只要拿下湖南，大后方就算完蛋了。湖南保卫战不仅仅是在保护湖南，更是在保护我们的大后方。而且第3次长沙会战让他们损失惨重。衡阳守城一战，日军以3万对付8000的代价，才使得衡阳现为孤城。湖南地势较为复杂，日军想要攻下，必须拉长供给线。
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损耗加重。况且湖南又是出了名的副产，靠着洞庭湖，鱼米之乡可不是白叫的。湖南战士们吃饱喝足，接下来就和日军慢慢耗着好了。久而久之，日军在攻陷湖南上耗资越来越大，越来越得不偿失。具有天时和地利共同优势的湖南，也培养出了一大群优秀的将士。武汉会战结束之后，湖南成为了保卫重庆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侵华日军主力攻打的重点地区。以薛岳为首的第9战区和日军在湖南进行了数年的决战，令日军损失惨重。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蒋介石主张放弃长沙，撤退到湘西和湖南地区防御，但是薛岳坚持在长沙和日军主力决战，最终重创日军主力部队。日军想要通过宜昌向西方挺进，最终无法行进，只得改变策略，想要通过湖南到达四川。正是有了薛岳将军的坚守，在面对上级要求他退出长沙的电报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绝交，并且誓死捍卫。薛岳在这里镇守了日军长达5年，伤亡一共60万人。湖南人比日军想象之中更加勇猛，在面对外敌时也丝毫不惧。楚文化之中死不足惧的死士精神，在这场家园保卫战之中被湖南人民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军队与日军交过手的22场大会战之中，有6场就发生在湖南。为了抗御外敌，湖南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闻溪大火几乎将长沙烧尽，满眼尽是废墟，2万多百姓葬身火海。长沙是继斯大林格勒、长崎、广岛之后，在2战之中毁灭最严重的城市。但一场大火并没有烧灭湖南人的斗志，而是让他们越战越勇。国军在湖南招收的抗日军人就有100多万，每年湖南的父老乡亲们都为战士们提供1000万担粮食。1941年，日军偷袭美国成功，刚开始他们十分得意，在年底气势汹汹地攻占了香港。1942年新年刚过，日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再次攻进长沙，声称要到长沙去过新年，结果遭受重大军事失败。在薛岳的指挥之下，国军佯装败逃，将日军引入到了捞刀河和浏阳河之间，再以精锐兵力围歼，这就是有名的天炉战法计划。他们宁愿再来一次焦土抗战，也不愿一粒米落在日军手中。再说，日军攻打湖南的湘西会战可谓是中日战争中的关键一战，二者不仅仅是因为它是22次大型会战中的最后一场，更是通过此次会战的胜利，让中国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由被动防守转为了主动进攻。当时的日本已经是登进油窟，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敌人异常顽固，想要借这场战役取得优势，于是日军发动了进攻，而最后不但被我军全线击溃，伤亡3万余人，还让我军收复了更多的失地。日军再也没有力气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了。这几场会战中，湖南军民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力和意志力，硬是没有让日军前进一步，抛头颅洒热血，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仰。在此前，经常看到有人还在争执究竟是哪个省的贡献最大，其实都是中国人为了赢取胜利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如果因为这种事情争执不休，那是在给老祖宗丢脸。日军无法攻下湖南，不仅仅是因为湖南地势气候，更重要的是湖南人民不惜一切的抗日精神。长沙会战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强烈的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如果评选最具传奇色彩的航空母舰，那么一定是美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它是世界上战绩最强的航空母舰，服役8年时间内，共击沉各类战舰71艘，击落击毁战机911架。它于太平洋战争中9死1生，几乎打满全场，最终全身而退，被日本称为不死幽灵。然而，就是这样一艘功勋卓著的航空母舰，仅仅因为凑不齐200万美元的保存费用，最终难逃被拆解的命运。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1936年10月3日，在美国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一艘万众瞩目中崭新的航空母舰正式下水。大型舰船下水都会举行制评仪式，企业号航空母舰也不例外。
企业号航空母舰的制评仪式由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夫人克劳德 ·A. 斯旺森女士主持。企业号航空母舰是美国制造的第6艘航空母舰，属于约克城级航空母舰。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一共建造了3艘，分别是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企业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为246.7米，全舰高度43.6米，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5909吨。最大航速33.65节，在15节的航速下，最大续航力为12500海里，装甲最厚为4.8英寸，约12厘米。防御武器采用8座美国最新式的5英寸38倍镜高频两用炮，4座4连装1.1英寸75倍镜高射炮，24挺勃朗宁 M2.50 口径武器。在服役之初，企业号航空母舰搭乘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约80架。后来经过改装，企业号航空母舰搭载的飞机数量最大达到了96架。1938年5月12日，企业号航空母舰宣布入役，不久被编入太平洋舰队，以加利福尼亚圣迭戈港口为母港。1940年5月，美国为了抑制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将企业号航空母舰和一批舰船转移到珍珠港海军基地。第2年秋天，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也被转移到了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日军6艘航母携400余架战机偷袭珍珠港，而日军袭击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企业号。幸运的是，原定12月6日回港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因遭遇强风耽误航程而幸免被摧毁。当坐镇企业号的特混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中将得知珍珠港遇袭时，企业号航空母舰正位于珍珠港以西200公里处，威廉·哈尔西中将立刻命舰上 F-4F 战斗机升空戒备，并火速下令赶回珍珠港。32个小时后，当绰号蛮牛、脾气火爆的哈尔西见到珍珠港被袭击的惨烈景象后，暴怒发誓此仇必报。企业号仅用7个小时补充燃料和武器后，立即掉头出海，开启了历时4年的复仇之旅。就在珍珠港遇袭的同一天，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2天之后，在夏威夷北部海域搜索的企业号舰载 SBD 无畏式轰炸机发现了浮上水面、未需电池充电的日本伊70潜艇，随即投下一枚450公斤重的高伤害武器，准确击中日潜艇，并将其击沉。这不仅是企业号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首个战绩，也为美国海军打响了太平战争的第1枪。1942年4月8日，企业号前往阿留申群岛，掩护搭载美军陆航 B-25 轰炸机的姊妹舰大黄蜂号，执行美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16架 B-25 轰炸机飞抵日本本土上空，轰炸了包括东京在内的6座城市，共16个军事工业目标。此举不仅是对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复仇行动，也借此提升了美军低落的士气。同时，也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见识到了美军航空母舰远程打击的实力，随即制定了针对美军航空母舰的进攻中途岛计划，是要一举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1942年6月4日，日军出动4艘主力航母，并暗中埋伏7艘战列舰，想要以袭击中途岛的方式吸引位于珍珠港基地的美军航母前来增援，并以暗中埋伏的战列舰将美军航母击沉。殊不知，已经破译了日军密码的美国海军早已做好准备，约克城级航空母舰全员出动，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埋伏在中途岛东北300公里处，静待日军到来。上午6时，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航母机动编队按原计划向中途岛发起了进攻。随后，企业号的轰炸机中队在搜寻南云忠一的航母时，发现了日军的蓝号驱逐舰，并一路尾随，最终发现了日军的航母编队。33架轰炸机立即俯冲而下，4枚炸弹首先命中日军加贺号航空母舰。这艘背负着累累血战，作为日军侵华海军主力，曾轰炸过上海、南京等地的加贺号被彻底炸毁。紧随其后，一枚武器命中日军旗舰赤城号，并穿过甲板。与此同时，17架从约克城号起飞的无畏式轰炸机一举了结了苍龙号航母。短短5分钟之内，日军4大主力航母仅剩下1艘飞龙号，
而它也难逃沉没的厄运。下午3点30分，美军轰炸机再次从企业号上起飞，成功将日军最后一艘航母飞龙号击毁。至此，日军4大主力航母全部命丧海底，击毁3艘航母的企业号也一战成名。同年8月份，惨烈无比的瓜岛战役打响。8月24日，日军出动祥鹤号、祥瑞号和龙香号3艘航母，计划歼灭位于东所罗门海域的企业号、大黄蜂号和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然而，由于美军情报失误，导致大黄蜂号被派去加油，只剩下企业号和由巡洋舰改建而成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下午4点40分，超过30架日军轰炸机冲破美军护航战机防御网，向航空母舰直扑而来。瞬时间，企业号和为其护航的北卡罗纳号战列舰火力全开，虽然一举击沉15架日军轰炸机，但还是在4分钟之后，企业号被一枚重500斤的武器击中。这枚延迟引信的武器穿过企业号3层甲板后，企业号舰体进水并产生倾斜。30秒之后，第2枚武器击中企业号并引起大火。2分钟后，第3枚武器钻进企业号甲板，并砸出3米长的大洞。已经倾斜且无法航行的企业号上四处都是火光和烟雾。就在日本人以为企业号必死无疑之时，堪称用黑科技的损管队闪亮登场，仅用1个小时就让企业号恢复到了24节航速。重伤的企业号非但没有沉没，竟然还重新开始回收舰载机的工作，随后返回珍珠港维修。然而，这还不是企业号遭受最严重的灾难。2个月之后，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企业号被6枚500斤武器击中，同行的姊妹舰大黄蜂号被击沉。至此，整个太平洋战场，美军仅剩满身伤痕的企业号1艘航母。重伤的企业号带着女造神号维修舰边修边战，并在10月13日的瓜岛海战中击沉日军比瑞号战列舰，外加7艘运输舰。日军3次单方面宣布击沉企业号，但最终随着企业号的再次登场，谣言不攻自破。越战越勇的美国水兵们甚至在甲板上涂上了企业号对抗日本的标语。1943年7月，总计24艘埃塞克斯级航母陆续开始服役，企业号终于得以进行修整和改装。1944年12月25日和1945年4月7日，企业号参与并协助友舰击沉武藏号和大和号战列舰。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沉入海底，大炮巨舰的时代就此远去，航空母舰成为汪洋大海上的新任霸主。1945年5月14日，企业号在连续3次被神风特工队 ZS 飞机撞击后离开舰队，返回国内维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企业号也因此错过了东京湾的受降仪式。企业号在2战中共击沉军舰71艘，击伤192艘，击落战机911架。这个战绩在整个战史中没有任何军舰可以与之匹敌。1947年2月17日，企业号退役，美国海军部长向总统杜鲁门建议将企业号改建为水上博物馆并永久保存，但在向国内多个州提出捐赠后，都被以维护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企业号不像战列舰或巡洋舰之类军舰以州名或者城市名字命名，所以没有地方政府愿意花费重金收纳它。1956年10月2日，企业号从海军名册中除籍，准备拆解并出售。企业号老兵组织立即提出抗议，国会则提出要求老兵们在6个月之内筹集200万美元，以支付军舰的保存费用。虽然最终筹款宣告失败，但老兵组织和美国海军达成协议，将在建的全球第1艘核动力航母命名为企业号。1958年7月1日，企业号以56万1333美元的价格拆解出售。这艘立下累累战功，获得了众多荣誉，包括总统部队嘉奖和海军部队嘉奖这2个重量级奖项的航空母舰淡出了民众的视线。1961年11月25日，美军第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正式服役。2012年12月1日 ，CVN-65 企业号退役。为了纪念这艘传奇军舰，当天美国海军宣布第3艘福特级航空母舰为 CVN-80 企业号。